本届 CES 最重磅的一家来了，就是 NV 啊。随着老黄身着皮衣登场，多个重要的产品陆续发布，其中就包括了大家最关心的 RTX 5090等50系的显卡啦。那么50系显卡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新的 DLSS 4究竟是怎么实现的 ？NV 还发布了哪些牛逼的技术和牛逼的产品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唠一唠啊。首先就得聊一聊这次发布的新一代 Blackwell 架构的50系显卡啦。这次 NV 并没有怎么升级工艺制程啊，用的还是台积电的4纳米工艺。首发包括5090、5080、5070 Ti 和5070 4款显卡。但 RTX 5090作为绝对的大哥，它的规格还是相当之高的，但是代际提升幅度并不像4090至于3090那么大啊。它所搭载的 GB202 芯片呢，完整核心是具备24576个CUDA，但是5090只开了21760个CUDA啊，这规模相比4090啊是仅仅增加了33%啊。甚至啊，从官方公布的这个性能提升图来看，如果不开真生成，它们之间的性能的差距，好的时候也就30%的样子啊。只有开了光追加 DLSS 4之后，5090的帧数比起4090似乎才能够暴涨啊。50系再度拉大了90和其他型号之间的差距。以往的3080可以说是90一半的价格，80%的规格，但这一次的5080啊，真是一点都不多给你啊！这5080的规格只有5090的一半，而价格呢也是5090的一半。纵向比较的话呢，5080的核心规模相比4080 Super 是几乎没有任何提升的。不知道新架构加 GDDR7 显存能够让它的性能提升多少啊？反而5070 Ti 的规格好像和5080的差距并不大，它和5080的关系呢，有点类似于这个4080 Super 和4070 Ti Super 的关系啊，和5070也拉开了一定的差距。那了解了这些显卡定位之后啊，再来聊一聊它们搭载的新一代 Blackwell 架构。NV 这一次啊，把 Blackwell 的 SM 单元叫做 Neural Shaders 神经网络着色器。GPU 历史上有好几次着色单元的演进，不管是最初引入可编程着色，还是 D-9 的 HLSL 高级着色语言，D-10时代CUDA的诞生带来的统一着色架构，或是 D-11的通用计算着色，以及之后的光追网格着色。那这一次的神经网络着色啊，又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就是 AI 会彻底改变 GPU 的着色方式啦。比如老黄这一次就演示了 Neural Materials 神经网络材质。我们原来的着色过程需要计算光照模型来确认光线，它是会如何跟这个材质产生交互，对吧？特别是有多层材料的时候，计算量会非常的大，数据也很占空间。这些非常高精度的模型和材质，往往就只有在 CG 行业，在离线渲染器里才会去用到，在游戏里一般是不会用到的。那现在有了神经网络材质啊，就可以在游戏开发时先离线渲染好光照，然后用这些光照数据训练一个小的 AI 模型。游戏运行的时候，只要调用 AI 模型当场推理，就可以还原出想要的光照效果啦。那一个 AI 模型相比庞大的材质和烘焙数据，它占用的空间就要小很多了。神经网络材质配合新的神经网络贴图压缩技术，就可以节约大量的显存和计算资源。与此同时，质量上却可以接近离线渲染的级别。这 AI 着色并不只有 NV 一家会用啊，微软实际上已经准备写入接下来的 DX 标准里了。NV 是第一个支持的，可以借助 Tensor Core 来加速流程。那后面 AMD 和英特尔呢，也都会跟进的，可以说是游戏行业的大势所趋啦。其实对于 N 卡来说，这套新标准最大的一个进步在于打通了 Shader 和 Tensor Core 之间的桥梁。以往 Tensor Core 是游离于图形管线之外的，它是只负责一个 DLSS， 没有办法深度的参与游戏渲染啊。那现在的 Tensor Core 也加入了可编程渲染管线里，能够任由开发者和 API 差遣做更多的事儿啦。那我们问下来，这神经网络渲染也不是50系独占的，只是50系有了更强的 Tensor Core， 效率比较高罢了。其实只要是个 RTX 显卡，有 Tensor Core 都能够正常的支持神经网络渲染，哪怕更老的显卡没有 Tensor Core， 也能够比较低效的运行啊。着色标准的迭代是一方面，那我们再来看看 Blackwell 在 CUDA 配置上的改动好了。在30系和40系上面呢，CUDA 核心其实是生而不平等的，有一半的 CUDA 既可以算 int32， 也可以算 fp32啊，但是还有一半的 CUDA 呢，就只能算 fp32啊。而在 Blackwell 架构里，所有的 CUDA 核心都可以处理 FP 或 int 的数据了，也算是增大了 int32， 也就是我们说的整数计算的吞吐量。
那 Tensor Core 也从第4代升级到了第5代，增加了对 FP4 的支持。通过更低精度的量化模型，可以在有限的显存容量和显存带宽下获得更好的推理性能。可以说 Blackwell 是一个为低精度性能、为 Transformer 大幅优化的架构。Blackwell 也进一步增强了光锥单元的性能。新的第4代的 RT 引擎增加了 Triangle Cluster 的球胶引擎和解压引擎，还引入了 Linear Swept Spheres 线性扫描球体，可以分析球体沿直线轨迹运动的空间范围。光锥部分的这些改进主要是为了2个新技术服务的，一个是 RTX Mega Geometry， 简单来说就是把 UE5 的 Nanite 的思想引入到了光锥计算当中，可以大幅减少 BVH 重建的次数，节省光锥算力。另一个技术是 Curve Primitive， 方便光锥在曲面中的应用，可以让头发还有植被等等更加的栩栩如生。新的 RT Core 搭配我们刚刚讲的 Int32 吞吐量的提升，对于光锥性能肯定是有帮助的。其实你可以看出来 ，Blackwell 的很多改进都是在占未来它是为以后的基于 AI 技术开发的游戏铺路所以它在现有标准开发的游戏里，其实不一定能体现多少优势。这也有点解释了为啥同规格下传统性能看起来没提升多少那除此之外，为了改善笔记本端的使用体验 ，Blackwell 引入了很多手段来实现精细的功耗控制，像是更精细、更快速的动态调频，说是频率响应快了1000倍，在台式机上可以改善性能，而在笔记本上则是可以更好的控制功耗。包括 Blackwell 也可以选择性的切断部分单元的供电，甚至关闭一整个区域的电源轨道，来有效的降低动态和静态功耗。Blackwell 的视频编解码能力也做了升级 ，NVINC 编码器升级到了第9代 ，NVDEC 的解码器升级第6代，支持了 AVE UHQ 新标准。每个 NVINC 的 AVE 编码能力有了5%到10%的提升，而 NVDEC 的 H.264 解码能力是翻倍了，还支持了422的编解码。那最顶级的 GB202 芯片总共是给了4组编码加4组解码，但是5090是开启了其中的3组编码加2组解码，5080要少1组编码，5070 Ti 再少1组解码，而5070就只剩编解码各1组了。上一代40系卡从70 Ti 到90都是相同的视频能力，而这一次的50系居然还分得挺细的而输出方面也是首次支持了 DP 2.1。最后50系的4张新卡也都搭配了全新的 GDDR7 显存，显存带宽也有了显著的提升。加上自 GTX 280以后第一次在 N 卡上出现的512位的显存位宽 ，RTX 5090的显存带宽比起4090几乎提高了80%，并且它的显存容量加高到了32G， 哇，终于是有32G 的大显存了，那大幅解决了前代的显存瓶颈，这也是5090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单从硬件层面来说呢，这一次的发布会上，其实最惊艳到我的反而是5090 FE 的这种公版的工业设计575瓦 TDP 却塞在了一张仅有双槽的显卡里，体积比3090和4090都要小得多和各种3风扇乃至4风扇的巨型非公显砖更是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了做到用双槽散热器压住5090这样的大核弹，就必须要想方设法增加散热器的空气流量因为气流量才是散热性能的关键。之前30系和40系显卡上尾部都会有一颗风扇穿透了散热模组，而 PCB 表面那一颗风扇的风呢，就只能从 PCIe 挡板排出了。虽然尾部这颗排风扇已经大幅增加了整体的空气流量，但是这个还不够激进，有没有能够彻底吹透整个散热器的设计方案呢？为了让整张显卡左右两边彻底通风 ，NV 选择了最难的玩法，他们把5090的 PCB 缩小到了巴掌大小，这有多离谱呢？这一块 PCB 比同是512位的 Mac Studio 还要小这几乎就是目前集成度最高的一块 PCB 了。但这么小的 PCB 会使得它的 PCIe 接口和供电接口无处安放。为了解决集成度的问题NV 一方面是在正反两面都布置了供电另一方面呢，它也是直接把它分成了主 PCB、还有 IO PCB 和 PCIe PCB 3块板，对吧？一块主板加2块小板，三者通过排线互相连接，显卡的这个主板呢就变成了一块缸中之脑。这样一来呢，两边的空间就都没有任何的阻挡了。加上 GPU 核心通过液晶接触均热板，以及用热管连接的大规模的散热鳍片，整个公板皮就像装了一张被拍扁的双塔散热器一样，大幅增加了热交换的效率。
那我们前面讲了，光看传统光栅性能，这个5090好像还是挺让人失望的呀。那老黄又何来的底气把这个卡卖到$2000的价格呢？答案就是 DLSS 4了。这个算是整场发布会老黄的重中之重了。那 DLSS 4到底包含一些什么东西呢？它的第一个重点啊，也是20系以来所有显卡都能够享受到的一个大升级，是将之前的超分使用的 CNN 模型升级成了 Transformer 模型。不管是超分也好，还是 DLAA， 还是光线重构，现在都是由 Transformer 模型驱动的啦。如果你熟悉生成式 AI 的话呢，一定就知道 Transformer 模型有多强大了。之前的 DLSS 都是通过 CNN 来卷击附近的像素，并用它来跟踪帧间的画面变化，类似于每一小块像素组，比如用一小块图像切块作为卷积核，取个平均，然后再继续分析。NV 认为他们已经做到了 CNN 模型的理论极限了，特别是画面有高频变化的地方，很难再处理得更好了啊，比如像电线啊、栅栏啊、水波等等，比较容易出现闪烁或者虚实部分啊，因为这些地方通常是比卷积核要小的。而这一次引入了 Transformer 模型之后啊，就可以给模型直接提供一整张画面的上下文，并把游戏运行到现在所有的画面作为上下文，利用 Transformer 模型强大的自注意力机制。它被训练出可以精确找到影响画面最重要区域的能力，然后再对其进行分析，就可以有远超之前 CNN 模型对画面的理解和上下文的关联了。而且这项技术和光线重构结合之后啊，就可以精确地知道画面的哪些区域需要更多的光线样本才能够收敛，动态的引导光线样本的采样数，从而更有效地运用有限的光锥算力。这个应该也是 Transformer 模型在图形领域的首次实时应用。NV 说，现在这个模型还是 beta 阶段，还有很多可以调整和提升的空间，但它的潜力是非常大的。我现在就特别期待能看到 DLSS 的超分在画质上全面超过原生帧了。最重要的是，引入 Transformer 在画质上的这些改进，也能够改善20系、30系和40系这一些老卡的体验，它们都是可以支持的。那 DLSS 4的第二个重点是 MFG 多帧生成。之前 DLSS 3的帧生成啊，需要来自游戏的，比如说深度信息，还有运动向量信息来作为模型的输入，并且在这之后需要使用 GPU 内置的光流加速器来生成一帧。而 DLSS 4的 MFG 所用到的 AI 模型啊，只需要执行一次就可以输出3帧的补帧所需要的原信息了，而且也不需要硬件的光流单元了，而是直接使用 AI 模型来计算光流。一次4倍补帧的过程就需要执行5个 AI 模型。但 AI 补帧相比之前的方案，它的性能和延迟都要好得多，并且也能够降低显存占用。与此同时啊 ，NV 还引入了一个用来改善补帧卡顿的新功能 Flip Metering。在 MFG 输出帧之后啊，需要将这些帧维持一个合理的间隔刷新上屏。那 DLSS 3的补帧啊，是使用 CPU 侧的方案来控制帧的间隔的，它会存在一些误差，并且这个误差呢，会因为上屏时间预估不准确而被放大，这就会导致补帧后帧生成时间的波动啊，你会感受到卡顿。这一点在我们当年40系首发的这个 DLSS 3的专项测试里就已经提到了，尤其是越低帧率下开启 DLSS 3啊，你会明显感受到卡顿的。那在 DLSS 4上引入的这个 Flip Metering 呢，就将帧间隔的控制逻辑移交给了 GPU 的显示控制器，在 CPU 下发完成一帧的渲染指令之后呢，就不再和 CPU 进行任何同步了，使得 GPU 可以非常精确地控制每一帧的刷新上屏时间，确保帧生成时间的稳定。DLSS 4的多帧生成这个功能是50系卡独占的，那包括这个 Flip Metering 的稳帧啊，也是由50系新的 DSC 硬件驱动的，40系是跑不了的。但是换用新的 AI 模型啊，包括还有这个 AI 计算光流啊，这些性能、画质、延迟上的改进都是会同步给40系卡的。也就是说，40系卡虽然开不了1炫3，但是它的1炫1仍然是用了全新方法完成的，变得更加可用了。不过让我有点没想到的是啊，这个 AI 补帧虽然再也用不上光流单元了，照理说光流硬件应该是彻底废掉了啊，但是在 GB202 的架构图里，我们还是看到了它的身影的不知道是单纯的兼容性考虑，还是留作他用的。NV 这一次也在 NVIDIA App 里提供了强制修改 DLSS 的功能。如果游戏的 DLSS 版本比较旧，或者是游戏没有提供那么细的 DLSS 选项，而你想要手动的控制帧生成和其他的设定的话，你就可以在 NVIDIA App 里覆盖 DLSS 的设置了。除了 DLSS 4之外，NV 这一次也拿出了新的 Reflex 2技术来改善游戏的延迟。
之前的 Reflex 通过尽可能的压缩渲染队列，让 CPU 和 GPU 的时间线同步，降低从外设输入到画面输出的总时间间隔，改善 PC 的延迟。Reflex 2在这个想法上更进一步，引入了一个叫 Frame Warp 的技术，在 GPU 渲染一帧画面的同时呢，继续跟踪外设的输入并且在该帧渲染结束以后，使用最新的外设输入数据去扭曲刚渲染完的那一帧的画面。扭曲完这个画面以后，画面中原来不存在的部分，就使用前一帧和本帧的颜色还有深度数据来补全。等于 GPU 还没算完下一帧呢，我先借助鼠标的输入数据来预测下一帧，通过这种方法来降低延迟，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头皮发麻啊？你想，第一代的 Reflex 只是压缩渲染队列，将积压的帧快速的送出队列，而 Reflex 2可以直接魔改最终帧，所以不论 PC 的延迟出了什么问题，甚至于如果你有 CPU 瓶颈，它都是可以有效进行的，也可以对突发的一些不跟手的情况去做平滑处理。Reflex 2会在之后先登陆的 Finals 和瓦罗兰特，会先让50系的用户尝鲜，但最终这个是可以支持所有的 RTX 显卡的，20系往后都可以开。有一说一类似于 DLSS 或者是像 Reflex 2这样的技术，你放在6、7年前，你跟人讲，人家都不会信你的。毕竟可能只有1/16的信息是原生的，剩下的就全是特技了。这个确实有点天马行空了。但实际上，类似的理念，其实我们在视频编码领域早就已经采用了。你现在正在看的这个视频，它其实也是每隔好几十帧才有一帧是原生帧的，剩下所有的中间的帧呢，全都是借助矢量信息算出来的 P 帧和 B 帧，都是假的。但是老黄其实就是把这个视频编码的这些思路用在了游戏里。其实只要能够进一步的改善延迟、改善画质，确保你尽量看不出这是特技这些花招也不是不能接受啊。那 NV 在现场也准备了不少好玩的 demo。今年他们特别想强调 AI 融入游戏的可能性，比如《暗影火炬城》的开发团队泰和就做了这个叫 Zoopunk 的 demo， 你可以直接和游戏里的 NPC 对话，要求他在这个飞船上画一些你想要的东西。Change my sticker to a Formula One race car. The new sticker is now of a Formula One race car. OK。这个是吃鸡做的一个 AI 队友的功能，你可以和 AI 双排，用语音来指挥它，帮你找枪找装备和你打配合包括你可以要求它跟着你走。And I need a helmet. Here's a level 0 helmet. Grab it before someone else does. 他先给我找过来了一个。有一说一我感觉这个 AI 队友比我随机排到的很多真人队友要管用了。另外一个惊艳到我的 demo 是这个，这是一个 CG 相关的 demo， 而创作者只要制作出白模，就可以借助 AI 直接出图，可以完全跳过传统的制作材质、调整光照、着色渲染的整个流程，对吧？对着白模做一做调整，加点物体，最终出的图也会随之调整换一下 prompt 就可以改变出图的风格，可以说是完全颠覆了之前 3D 渲染的这种 CG 制作的流程了感觉有朝一日如果生图速度够快，再改善一下连贯性，没准这种技术甚至能够用在游戏里直接用 AI 生成游戏画面也不是不行除了公版之外 ，NV 在现场也展示了不少50系的 AIC 的非公卡。说实话，和惊为天人的公版比起来，非公这些设计就有点相形见绌了不过今年的非公似乎也有一些采用了透风式的设计，像华硕的这张卡就是正面3风扇的同时，背面也加了一个抽风扇。像微星他们后续也会出一个正反4风扇两侧透风的卡。那除了 PC 显卡之外，其实 NV 这一次还展示了很多专业的 AI 产品。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 Project Digits， 这是一个超迷你的 AI 超算，在 Mac Mini 大小的机身里塞入了 GB10 的超算 SoC。那这一颗 GB10 是 NV 和联发科共同设计的，它包含20颗 ARM 的 Grace CPU， 以及具有1 Pflops FP4 算力的 Blackwell GPU。这个 GPU 的规模应该要比5070还要更大。配备有128G 的统一内存加4TB 的 SSD， 搭载 Linux 系统，预计售价是$3000。这个 Project Digits 牛逼的地方不光在于它的体型很小，更重要的是借助 NV 的 Connect X 技术，你可以通过机身后面的这些接口，将2台 Project Digits 连接起来一起算，甚至可以跑超过4000亿参数的超大模型。
反正先不论商业上的可行性，这个产品本身的技术含量和逆天程度还是有点震撼到我的。我觉得吧 ，NV 这次的发布会论含金量应该是今年整个 CES 最高的了，大量的新产品和新技术一起推出。我现在也是蛮好奇这个50系显卡到底性能还有能效是怎么样的。一方面，我想知道传统的光栅性能是不是真的没有太多的提升；另一方面呢，我也想知道 DLSS 4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的神奇。那一切答案就等1周之后的评测解禁再来揭晓吧。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 CES 现场对 NV 的报道啦。如果你觉得视频有用，一定要点赞关注，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